精神与肉体的联系彻底断开了。不但如此，这时候大脑会急切地想要入眠，人会无法抗拒地入睡，眼前会慢慢变黑，意识也会逐渐模糊，同时身体虚弱者还会满头大汗，心慌气短。虽然这个时候人出于对渴望拥有意识的本能和对梦魇的恐惧，极力地想摆脱梦魇立刻醒来，但却因为失去了躯体的控制权，无法苏醒过来。不过奇怪的是，这个时候只要有人轻轻碰你一下，你就可以立刻醒来。一些专业人士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鬼压床的发生既有外界的生理刺激，也有内在的心理创伤。在外因来说，鬼压床多半是睡觉时被子盖住了嘴鼻，或者是把手压在了胸部所引起的。人在睡眠时，心和肺的活动能力相对减弱了，所以当嘴和鼻孔被被子挡住或胸部受到压迫时，就感到心脏活动受到阻碍，呼吸困难。这种来自外部的刺激很快传到大脑皮层，便引起不正确的反应，于是噩梦就产生了。有的人在梦中看到鬼怪扑在自己身上，张牙舞爪要吃掉自己似的，于是想挣扎，想喊叫，但是大脑指挥手脚肌肉运动，发生的部分却还处于抑制状态，所以梦里想挣扎，手脚却一动也不能动，想大喊大叫，却一点声音也喊不出来。此外，有的人患了某些慢性疾病，如慢性扁桃体炎、慢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等，这些疾病常常发生呼吸不通畅的毛病，因此在睡梦中也容易发生噩梦。而从噩梦的内因方面来看，做梦者在做噩梦之前，精神上一定程度受到过刺激，留下了难以治愈的心理创伤。人在醒着的时候是理智支配着生活的，因此早年留下的心理创伤便被理智抑制着，难以尽情倾诉。而当人进入睡眠状态时，理智便失去了它的权威性作用，意识被弱化，潜意识登场亮相了。梦者早年留下的心理创伤便借助噩梦而尽情表现。韩愈在《游湘西寺一诗》中云：“游移在波涛，触涕成梦魇。”可见梦魇却与恐惧警惕心理相连。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人们之所以做噩梦，通常是和梦者童年时所害怕或内心最有感触的一些事物有关。这大致可以追溯到人们一生中曾经历过的那个无力自主的孩提时期。3岁至6岁的小孩子最容易做噩梦。一个成年人一旦感到自己的安全没有保障，或是想起昔日某些令人恐惧和不安的事情时，也可能产生噩梦。也有部分科学和医学研究者认为，鬼压床的发生主要是精神因素的作用。睡前听紧张兴奋的故事，看紧张惊险的电影，或教育不当，用威胁的方式哄小孩入睡。此外，卧室空气污浊、过热、被褥过厚、胸前受压，鼻咽腔疾病引起呼吸道通气不畅，晚餐过饱引起胃部膨胀感，以及阵发性血糖过低等均会增加梦魇的发生几率。并且通过大量的调查发现，鬼压床在儿童中很常见，最多见于3到7岁的儿童。它的发生在有梦的眼快动睡眠阶段，因为眼快动睡眠在后半夜的睡眠中占的比例较高，所以鬼压床在后半夜发生的机会更多。做噩梦的当时，心跳和呼吸可能会增快，但是不会有显著的植物神经反应。儿童从梦魇中醒来常常会哭，会说害怕，家长的安慰能使他安静下来，继续入睡。因而专家认为，发作频繁的梦魇原因多为身心疲惫、睡前过度兴奋、不安、情绪紧张或受溺爱等。但究其根本，这样奇幻般的体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确切肯定地把它简单地判定为精神问题、心理问题，还是真的被鬼压床了。所以也有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所谓鬼压床现象其实是人类目前无法发现的某种力量在作祟。就像一位网友曾在公众号上所分享的，
自己是1月1日出生的，所以从小到大经常发生鬼压床，甚至出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做着同一个梦的诡异现象。而有传闻说，在1月1日出生的人容易梦魇，因为这一天是阴阳交汇的时刻。在民间算卦看相的道士口中，鬼压床则是因为掉魂，或是被鬼根深所致。人有3魂7魄，由于受到惊吓或被异物带走魂魄，所以身体失去保护自身的能力，在睡眠时则会被路过的鬼压床。当然，这也仅是民间网友的解释罢了，且不论是科学还是迷信，究其根本都是因为人身体素质的下降而引发了鬼压床。所以想要远离鬼压床，就要多多运动，强壮体魄。一般来说，身强体壮的人发生鬼压床的次数相较而言是要少很多的。在这里也顺便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当你睡觉的时候突然醒来，发现自己不能动，不能出声，并且还能听到奇怪的声音或者被人触碰的感觉，这个时候切记不要慌张。首先放松，然后集中注意力，将全部注意力放在手臂或者小腿上，控制注意力，使劲让身体某一处动弹一下，便能从梦中苏醒过来。当然，如果在家中经常发生鬼压床现象的话，倒是建议可以换一个方向入眠，以减少其发生频率。最后，老烟斗想问问，视频前的你是否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曾经难忘的一次鬼压床经历，与大家一起分享交流。好了，本期老烟斗鬼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一个，每周5准时更新，一起探索世界的神秘。美国纽约阿米蒂维勒区的海洋大道112号，曾经是历史上著名的灭门惨案现场，同时也是美国最有名的鬼屋。曾经的屋主叙述了发生在这里的种种怪事：莫名传来的敲门声，忽闪忽灭的灯光，空无一人的房间里传来的脚步声，以及墙壁上缓缓流下的粘稠的液体。据此创作的小说和电影至今风靡世界。咱们下周5下期节目就给大家讲一讲这著名的闹鬼事件。